这里是吕士轩 Trout Fresh 新鲜鳟鱼，我是个歌手，也是个音乐制作人，然后是个导演。如果你没有听过我的音乐，你必须要听一下。我一开始是我想要学热狗唱歌，想要唱补补，因为我那时候不想要去补习班，然后我就想要上学校台上唱这个歌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找到热狗的 beat 拿下来用，所以我就随便找了个音乐，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饶舌是一个不用对一样的音乐也可以唱歌的歌，这样子。我说，哇，这个音乐也太酷了，我要自己写。然后我觉得我有很多话想要讲，然后我就开始试着写歌。国中开始不上课，每天写笔记本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爸生病了，我真的觉得我要把做这些事情调成认真模式。学习和练习是好像很重要的事情。我觉得只要有押韵，就至少60分，所以我要先练习写押韵。然后我就每天写，真的是双韵，至少是2个字的，每天写50个以上。然后写一写就会开始变写3个字，然后就每天就一直这样写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算是真的帮助我会写歌。我应该是17、18，就是我很早就觉得我不想要用别人的音乐唱，可是我有什么方法做音乐，我又不会弹琴。可是我觉得我比人家认真，有兴趣这些东西，我可以练习，在一个没有说明书、英文不好的年代，可以摸到会用那些软体，我知道一些皮毛的。然后我是从那样子的状况下开始做音乐，所以那个时候都有点像我们要怎么拼拼凑凑可以拿到某个音色这样。我以前有买过取样机，那一台取样机是 MPC1000，那个时候很酷，我还会改韧体，它可以把后面的那个 RAM 拆下来，换成再多一点的内存就对了，就等于说你可以搂比较多音色。还有国外去改，玩家去改那个整个使用的系统，就可以解放它一些功能。那个软体叫 JJOS， 我就加粉丝专页。就后来我莫名其妙，我变成这个粉丝专页的管理员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我好厉害！我现在跟 APC 的什么东西有关系这样子？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很着迷这些机器，就觉得我们也想要一台。剃刀就先买了一台，然后他也很凶，还改配。然后他那时候就很爱电，我就叫他把他的 set 传给我。然后我就想研究，所以我就去买了 MPC， 然后我就把 C 的跟他一样。我觉得现在的 workflow 从有 Splice 这个东西出现之后，让我突然意识到说，其实我以前在想做音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来这件事是合理的，所以我就更会去想要找到，好像是跟自己有关的声音，而不会只是要找到一个很像什么风格的声音。有时候是你刚好今天早上一直在看的某一张唱片，然后你突然觉得，帮我把那里面打开来听听看好了，就突然找到，我就只要一颗鼓，然后就把那颗鼓拿下来，然后就把它拿来做什么事情。我觉得做音乐应该是这样子，就是它没有什么公式，就是我今天心情好，所以我想要选那颗当做我的什么。我这张专辑基本上就围绕着我周围，我觉得我现在身边有的声音，或是我现在有了一个起点，让我想到下一件事是什么。Make some noise! 当然，我很想分享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听起来最像在乱写的歌。这首歌叫《2周目》。这首歌一开始我只是想要做一个 intro， 就是我只是要走上台，然后跳这个舞，然后把这个手势比出来，然后就换下一首歌。这是我一开始做这首歌的动机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 Rakim 50周年 ，Hip Hop 50周年，那一年刚好50年，2023年，他要唱之前，他做了一个拿麦克风注射自己手臂的动作。我觉得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帅哦。那个意思就像这个动作在告诉你说，我来自的地方有人会做这个动作，所以我来自一个很凶的地方。那我觉得如果你做一个动作可以表达自己，那应该很酷。然后那时候就有了这个手势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要先找到像 Rakim 后面帮他搭 MC 的那个 DJ，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。我想到最适合当 MC 的人。真的，我脑子第一个想到是唢呐。Trout mother
Hey, watch him now. He's got the good key on his back. 走了之后，我就开始觉得好像很有趣哦。如果唢呐再加一把唢呐会怎样？这是我自己先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的和声有听我聊这件事，他说：“阿基老师刚好会吹。”我说：“对耶，阿基老师会吹。重点是阿基老师刚好买了我需要的麦克风，我跟他买的同一支麦克风，可是他的先到了，所以我就很不要脸的跟阿基老师说，我可不可以借你的麦克风，顺便借你录3个 take， 帮我吹唢呐？阿基老师就说好。我就只有拿着这支麦克风还有 TP7 接起来，我就这样子录，他就坐在你那个位置的地方这样吹，然后我就拿着这一轨回去，准备要做什么之前，我的玩具设计师 JT 他就传他开车的影片，然后他踩油门，还是开保时捷，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，就这样传一个影片给我，莫名其妙，完全没有道理哦，就这样传给我。我说好，把它放在音乐里面，因为 JT 是跟我合作的玩具设计师，唢呐在喊的 make some noise 是我那时候想说我要跟他合作的那个角色叫 noise， 所以我想要把 noise 这样子放在我的世界里面，它是一个角色。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些话蛮有趣，就是里面有2段是我拿 TP7 在外面随便乱录的声音。一段话是我第一次拿到 TP7， 然后跟吕尚在研究这个东西，我说来说点什么。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怎么样？你觉得？他说我觉得会很屌，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很酷，我就把它留下来。另外一个是那时候赖皮哭着在讲一段很感性的话，然后在《浪人记》里面，然后我觉得这一段话很有趣。你能带走什么？跟你留下什么？对吧？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只有屌而已，对吗？是只有屌。这2段话对我来说有一个我重新要走这一个游戏的感觉的开头感吧。然后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个 intro， 表演跳出来的舞也很有趣。那个舞我后来一直在想说，我怎么会这个律动？原来这个律动是来自我小时候唯一记得的噩梦。我看到我奶奶从厨房这样子跳着走出来，因为那时候很多僵尸片，我觉得被那个吓醒，然后那是我唯一记得的噩梦。我那个动作是从那里来的，然后这些全部加起来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好像在拼装一个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可是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是有意义的，所以我好像可以顺着继续做。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感觉，这是我人生的2周目，就是这是我的重新再打2刷的感觉。我以前碰过，但我现在有个不同的决定方向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写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开始写。我记得写前面几句话的时候蛮有趣的，我就 1, 2, 3, 4 bigger than 5，we plus 10 digits， then 马上发了。我写这个是我想要致敬 Wu-Tang， 胡搞瞎搞，是我想要写胡搞瞎搞。我把 pitch 往下搬了一下，然后就有这个东西。我们是天才。吕尚是我制作人，我们这首歌是2个版本拼起来的。他编了一个听起来很摇滚的版本，我编了一点点我自己想象的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把2个的各拆了几个小节，这样放在一起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觉得那个感觉是充满着我想要表达的那个情绪状态，就是我是一个可以笑起来很坏，但同时又很善良的一种表情，有点像反英雄出场的那个状态。所有创作其实都会跟自己有关，然后你越相信你自己，你越可以解释你自己，这件事就成立。我觉得我听到一句话很好，就是艺术不是手工艺，不是精工，不是很精密的工艺，艺术是表达感受，还有传达感受。所以如果我可以传递出我的感受，并且表达完整，我觉得我的艺术已经结束了。然后我结束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同时发明一些
Alright， 这是吕世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，我的二周目跟北流云的取样机有配合，欢迎你来玩我的卡带。